各位好啊，我们又见面了。那今天我们为各位来介绍 TNT 为 S&T M1903空气狙击枪所设计的一个扳机三铁，钢制的扳机三铁啊。那它的内容有尾灵杆主铁，它是可调式的，还有跷跷板，还有呲牙。那我们在扳机的释放接触面特别去做了一个抛光的一个处理减轻它与扳机释放所产生的一个摩擦力那在活塞与呲牙的接触面，我们一样也是做了一个抛光的处理让它在释放的时候更加的顺畅那我们将透过镜头为各位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拆装它的程序也不是很困难那这一组是S&T 的原厂扳机，1903的原厂扳机，我们先把它从枪上拆下来，然后它有5颗螺丝，把它放开。那它固定跷跷板的这根螺丝呢，稍微比较长一点它与其他4支螺丝的长度并不太一样。这是固定扳机壳的4根螺丝，这个是固定跷跷板与扳机壳的螺丝，它比较长一点那我们再把它的尾灵杆主铁拆下来，然后再把它这个扳机的扣子拆下来。我们轻轻的把扳机壳往上搬开，这是它的扳机壳。它的原厂的跷跷板还有4个那底下有个弹簧。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原厂的材质是一个亚铅的一个材质那强度的话，可能在使用的强度跟寿命上面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耐用一点那尾灵杆的主铁它也是一种固定式的不可调的那因为它是45度的一个设计，所以它的活塞一定会有一个上应力，那我们必须透过一个主铁可调主铁，把它整组合上往下拉，它才能够降低它的应力这是原厂的部分。那我们设计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为了要增加它一个释放的一个范围我们这个部分跟原厂的设计是不太一样。各位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这个部分是释放的范围可以对的比较大那我们一样。把原厂的这个弹簧把它装进去，然后再把它装进去扳机壳里面。它组装的程序非常的简单，我各位来模拟一下。我们刚刚有为各位来做一个介绍，是我们在这个与扳机的接触面这边，我们已经有做了一个打磨抛光的动作，所以它在释放的时候会非常的滑顺，你的扣压会感觉到非常的顺畅，它很顺畅，它没有一个临界的一个扣压点那我们在稍后在这个接触面，我们会上一点2硫化钼，让它更加的滑顺。那我们在释放击发的时候，可以增加你射击的一个稳定性那这个是2硫化钼，把它抹在这个接触面上面你看它击发的一个顺畅度就非常的滑顺那我们在这边的设计跟原厂不一样，是我们要为了增加它一个释放的一个极限它上下的极限非常的大
啊，所以我们在施压的部分，它勾住活塞的部分就变得非常的多，啊，它也不会有滑牙的一个情况发生，就这样子。好，那我们把这一组装上去以后呢，我们再把它上面的扳机壳把它装起来。再把长的螺丝先固定住，侧边的再往掉下来，并把它装回去。好，那我们再固定一只。再按照原则去把其他的螺丝都固定回去。它组装的程序非常的简单啊，那因为我们在三铁的部分，常常都已经帮各位组装好啊，所以只要把原厂的拆下来，把新的装上去就可以了。再把这个扳机的这个扣子，左右的扣子就把它扣住，那主体再把它装回去，这样子大概就完成了啊。那我们可以来模拟一下，它扳机是你看它释放的范围非常的宽广，而且扣腰非常的顺畅。非常的顺畅。好，那我们稍后为各位把这组扳机装到枪上面去。啊，这是它的枪基座。那这一组是钢制枪基总成啊，这一组是我们测试用的钢制枪基总成。一样的，我们先把扳机座混上去，把前后两只螺丝。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的主铁放进去，这中间铁再稍微敲一下。好，那这样子就已经组装完成了。那我们来试试看它现在一定会有一个上应力啊，因为它是45度扳机跟活塞的设计。我们已经固定在你看。它有上应力，所以非常的不好推，非常的不好上膛。啊，那没有关系，我们在这里有设计了一个可调的螺丝。啊，这边有设计一个可调的螺丝，我们使用1.5的内六角扳手，稍微把主铁往下拉，也就是去抵消它活塞跟尾柄杆的一个整组的上应力，我们把它往上锁，把它主铁往下拉，大概我们调整1 mm 的高度，我们再来试试看。已经好推多了，但是还有一点阻力，没关系，我们可以再往上再调整0.5至1 mm 左右。我们大概调整到1.2 mm 的高度左右，我们再试试看。它已经变得非常的轻松了。那我们可以再调整一点点就可以了。调整到各位觉得你觉得这个阻力你喜欢，这样就好了。就大概这样。
那阻力已经非常的轻松，不用但是我卡掉这个。它已经变得非常的好推了啊！我们可以借由这颗螺丝来调整整个活塞的翘脚的心情，它可以把整组活塞的尾端往下拉，跟枪机的内径是同轴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各位啊，它整组枪机就会变得非常好推，你上场几乎是没有费力的。那因为我们在扳机释放跟活塞释放的接触面都有上抛光，而且上了2硫化物，所以它扣压非常的顺畅，扣压非常的顺畅，那可以为各位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也会延长这一组扳机组跟枪机的一个使用的寿命，增加的非常多的乐趣。那以上就是为各位所介绍的一个 TNT 为 M1903空气狙击板所设计的一个钢制扳机3铁的一个组装跟介绍，谢谢各位。